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健康隐患，全球第1名的发炎食物。看看它如何让我们吃下去就发炎，以及如何用最有效的自然疗法来对抗它。首先，我们得先了解什么是发炎性食物，以及为什么它值得我们警惕。所谓发炎性食物，是指那些会在体内引起慢性发炎反应的食物。发炎原本是身体的防御机制，用来对抗伤害和感染。例如，当你受伤或感染时，身体会启动发炎反应来对付外敌，修复受损组织，伤口附近会出现红肿热痛，这就是急性发炎的表现，短时间内对身体是有益的。然而，如果这种反应变成长期、低度、持续性的状态，也就是没有明显症状，却在暗中慢慢破坏组织的状态，就好比体内潜伏着一团不灭的火苗，日夜不停地灼烧着我们的组织与器官，最终可能导致各种疾病发生。难怪许多专家都说，慢性发炎是万病之源。一些研究估计，高达90%的现代文明疾病都与慢性发炎有关。心血管疾病、第2型糖尿病、关节炎，甚至癌症、失智症等许多现代慢性病，都与持续的慢性发炎密切相关。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现代人的慢性发炎问题如此普遍？很大原因出在我们的饮食和生活方式上。半个世纪前，我们祖父母那一代的餐桌上，吃的大多是当地新鲜食材，自己烹煮的3餐。例如，早餐可能是一碗热腾腾的粥配一个馒头，午餐和晚餐是一盘清炒时蔬加上一些鱼肉蛋白，零食不外乎是时令水果或者自家烘烤的地瓜、花生。在那个年代，含糖汽水和洋芋片这类零食非常罕见，精制糖和加工食品的摄取量都很低。相反地，现代社会中，我们随手就能买到甜饮料、炸鸡、蛋糕、饼干，各种方便美味的加工食品充斥在超市货架。我们日常饮食里精制糖和人工油脂的比例前所未有地高。短短几十年间，人类整体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巨变，但我们的身体还来不及适应这股洪流般涌入的高糖、高脂、高添加物饮食，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攀升。以第2型糖尿病为例，如今全球约有超过5亿人受其影响，几乎每10个成年人就有1人是糖尿病患者，这在我们祖父母年轻时代是难以想象的高比例。肥胖更成为一种全球流行病，在许多国家，1/3以上的成年人都体重过重或肥胖。这些现代疾病潮的背后，就有不良饮食和慢性发炎在推波助澜。也许你会问，既然这些食物对健康如此不利，我们为什么还是控制不住嘴，爱吃它们呢？事实上，现代食品工业非常懂得如何捕获我们的大脑，他们利用我们与生俱来对甜和油脂的喜爱，精心设计出令人难以抗拒的食物组合。比如说，糖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带来短暂的愉悦和奖赏感，但这种快感稍纵即逝，使人很快又想要更多甜食。长期下来，我们对糖的渴求只会日益增强。再比如，高油脂搭配高糖、高盐时，对味蕾的刺激和满足是成倍增强的。我们的大脑几乎招架不住这种强烈的快感，一吃过就想再吃。许多垃圾食物正是运用了这种黄金比例的口味组合，让人一旦开吃就停不下来。薯片、饼干、冰淇淋、含糖饮料，这些食物在设计上就是为了让人上瘾。我们一方面知道它们不健康，另一方面又深陷在味觉的诱惑中难以自拔。这正是为什么光靠意志力往往很难改掉不良饮食习惯，因为我们的大脑早已被高糖高脂的食物调教得服服帖帖了。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我们就要来认识那些潜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发炎元凶了。究竟有哪些具体的食物类型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体内的火苗越烧越旺呢？让我们一一盘点。首先，我们从精制糖开始说起。谁不爱甜食呢？甜蜜的滋味总是令人难以抗拒。然而，别看它甜滋滋，精制糖却是慢性发炎的头号帮凶之一。糖会让血糖飙升，引发胰岛素阻抗，逼得胰脏疲于奔命地分泌胰岛素来应对。长此以往，胰脏功能会吃不消，而长期的高血糖本身也会对血管和器官造成损伤。不仅如此，
糖分在体内还会和蛋白质结合，产生所谓的糖化中产物，这些物质会攻击细胞并诱发发炎，同时也会加速我们身体的老化。爱吃甜食的人皮肤容易暗沉、长皱纹，就是因为过多的糖分宛如在体内慢慢把我们烤焦。更糟的是，糖还会改变我们的肠道环境，它为有害菌提供了最喜欢的养分，使坏菌在肠道里大肆繁殖，同时抑制了有益菌的生长。吃太多甜食就等于给有害菌提供充足的弹药，让它们在肠道里兴风作浪，结果我们肠道花园里的好菌节节败退。值得一提的是，高糖饮食还会削弱免疫系统的及时反应。有研究发现，在摄入大量糖分，例如喝下一瓶含糖汽水后的数小时内，人体白血球的杀菌效率会明显下降，免疫防御暂时变差。由此可见，糖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它让代谢失衡，促进发炎，加速老化，还削弱免疫力。长期嗜甜的人，体内往往埋着慢性发炎的隐患而不自知。再来，让我们谈谈反式脂肪。你是否喜欢酥脆的炸鸡、松软的酥皮点心？许多糕点和零食的完美口感都仰赖一种人造油脂，叫做反式脂肪。这种人工氢化的劣质油脂常见于各种油炸食品、起酥面包、奶油饼干以及工业糕点中。反式脂肪最初是为了模仿奶油的口感而发明的人造油，因价格低廉且常温下不易变质，一度被广泛运用在食品加工。然而后来的研究发现，反式脂肪对健康的危害极大，它的分子结构异于天然脂肪，身体难以正常代谢分解，于是这些恶油就堆积在我们的细胞膜里，干扰细胞功能，引发发炎反应。同时，反式脂肪还会明显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所谓坏胆固醇，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所谓好胆固醇，导致血管发炎，增加动脉硬化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可以说，每当你咬下一口香酥可口的油炸点心，可能都在往自己的细胞膜里填入一滴会令细胞发炎的毒油。由于这些发现，近年来许多国家已经禁止在食品中使用反式脂肪。然而在一些廉价的饼干、面包、酥皮和奶精球等产品中，反式脂肪仍可能暗中存在。大家在购买食品时一定要仔细查看包装成分表，如果出现氢化植物油或部分氢化油字样，那80%就含有反式脂肪。为了健康，这类产品还是敬而远之为妙。总的来说，反式脂肪会让体内的慢性发炎如影随形，一旦摄取就很难代谢掉，长期沉积下来成为细胞膜里的隐形杀手。第三，我们谈谈植物油。市面上的植物油常被视为健康的烹调首选，但你知道吗？某些富含 Omega-6 的精致植物油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助长发炎。常见的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等都是高 Omega-6 的代表。我们很多人日常烹调几乎离不开这些廉价植物油，乍看它们来源天然，似乎很健康，但问题在于现代人普遍摄入过量。Omega-6 本身是人体需要的脂肪酸，可当摄取量远远超过 Omega-3 时，就失去平衡，身体便倾向于走上促发炎的道路。理想情况下， Omega-6 和 Omega-3 的摄取比例约为1:1或2:1，但现代饮食中这个比例往往飙到10:1、20:1。换句话说，我们吃进去的 Omega-6 远远超过 Omega-3， 这种失衡会使身体处于一种容易发炎的状态。更何况，许多人喜欢用这些油来高温煎炸食物，油一加热就产生大量自由基和氧化物，直接伤害肠道黏膜细胞，可谓火上加油。甚至部分植物油在高温下还会转化出反式脂肪，真是雪上加霜。可见植物油听起来天然无害，但当 Omega-6 摄取过多又使用不当时，对身体来说就会变成助长炎症的帮凶。第四，我们看看加工肉品，熏火腿、香肠、培根，光听名字就让人口水直流。可是你想到过吗？这些美味的加工肉里却隐藏着发炎的危机。各种腌制、熏制的肉类，如火腿、培根、热狗、香肠等，为了增色提味和延长保存，往往使用大量的盐和食品添加剂。拿亚硝酸盐来说，这种添加物可以防腐，防止肉色变暗，
但遇上高温烹调，亚硝酸盐可能转化为有害的亚硝胺等致癌物质。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已经将加工肉品列为1级致癌物，可见这类食品的危险性不容小觑。不仅如此，这些加工肉在肠道中分解的过程也会产生一些不友善的物质，使益菌难以生存，坏菌却如鱼得水，肠道菌群的平衡由此被打破。换句话说，经常食用加工肉，相当于把各种防腐剂和潜在致癌物请进肚子，同时还在肠道里埋下发炎的种子。或许短时间内你察觉不到异常，但长期下来，它对健康的破坏往往是潜移默化且深远的。披萨、炸鸡、珍珠奶茶、蛋糕，这些现代人难以割舍的美食清单，却也是慢性发炎最狂热的帮凶。最后登场的发炎界终极魔王就是超加工食品。所谓超加工食品，指的是经过高度工业化处理，加入各种添加物的食品，例如披萨、炸鸡、汉堡、薯条、蛋糕、饼干、汽水等等。这些现代食品吃起来既方便又满足味蕾，但问题是，一份超加工食品往往集合了多种不健康因子于一身，里头充斥着大量精制糖、劣质油脂、过量的盐和各色人工添加剂，甚至还可能残留农药与抗生素，简直就是一锅混杂着各种炎症燃料的发炎大杂烩。许多人或许一日三餐都离不开这类东西，早餐来个培根蛋，吐司配一杯甜咖啡，午餐吃汉堡，炸鸡就可乐伺候，下午再来一包洋芋片，晚餐干脆叫个披萨。不知不觉间，一天之内摄入了满满的发炎物质。而更具迷惑性的是，有些打着健康旗号的食品其实也属于超加工范畴。比如市面上的某些谷物能量棒或即食麦片，看起来由全谷制成，很有营养的样子，但实际上添加了大量糖浆和香料，本质上和糖果饼干并无两样，只是披着健康的外衣。这类食品入口后对肠道的刺激一点也不比垃圾食物少，可说是在为体内的炎症之火添柴加油。长期依赖超加工食品，人体不仅处于慢性发炎状态，也因为这类食物高热量却低营养，导致肥胖和营养不良并存。许多研究已经揭示，经常食用超加工食品的人群，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甚至某些癌症的发病率都显著高于少吃这类食物的人。甚至有大型调查发现，超加工食品吃的最多的人，总死亡风险比吃的最少的人高出2-3成。这给所有爱吃方便食品的人都敲响了警钟。可以说，超加工食品当之无愧地稳坐全球头号发炎食物的宝座。它把精制糖、坏脂肪和人工添加物通通打包在一起，威力远胜单一不良食材的总和。长期吃下这些组合拳式的食品，身体几乎注定要饱受慢性发炎的折磨。当我们长期摄入上述这些发炎饮食，我们的肠道菌群就会被搞得天翻地覆，影响的不只是消化功能本身。我们的肠道和大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了所谓的肠脑轴线。所以当肠道失衡时，大脑也会接收到负面信号，导致情绪和心理状态出现问题。你可能会感到焦虑、烦躁，甚至出现轻微的忧郁倾向，这些都可能和肠道发炎有关。同时，免疫系统在慢性发炎的刺激下会长期处于高度警戒，反而容易失控。轻则对花粉、尘螨或特定食物产生过敏反应，重则可能出现自体免疫疾病，让身体的防御系统错把自己人当敌人攻击。此外，肠道菌群的改变还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当缺乏多样的好菌帮忙分解食物时，身体更容易囤积多余能量成为脂肪，导致肥胖及各种代谢问题。由此可见，慢性发炎和菌群失衡几乎可以牵连身体每一个角落，从情绪、睡眠、皮肤状况到过敏体质、关节疼痛、体重控制，无一不受到它的波及。很多现代人莫名其妙地感到疲劳、肠胃不适或精神不振，背后往往都有慢性发炎在作祟。有一些极端案例能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发炎食物的威力。英国有位科学家曾让他的大学生儿子做了一个实验，连续10天只吃某知名速食连锁店的餐点，结果短短10天后，研究人员发现他肠道中的有益菌种数量骤减了近40%。
原本丰富多样的菌群被垃圾食物摧残得满目疮痍，许多好的菌株几乎绝迹。这么短的时间内饮食改变，就能对肠道生态造成如此剧烈的破坏，可见这些发炎食物的杀伤力有多强。事实上，早在2004年就有一部著名的纪录片《超级大号》，我记录了一名男子亲身实验一日3餐都吃素食1个月的过程。不到1个月，他的体重狂飙，血液中的脂肪和肝脏酵素指标都飙升，出现了肝功能受损、情绪低落等严重问题，把医生都吓坏了。这正是长期高糖、高脂、高加工饮食对身体造成慢性发炎和器官负荷的极端写照。从这些例子，我们清楚地看到，吃下去就发炎绝不是耸人听闻。当饮食中充斥着不健康的成分，发炎反应就会实实在在的在我们体内日复一日的发生。说了这么多，你也许会想，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只能永远告别蛋糕、炸鸡、清心寡欲的生活吗？其实不需要这么极端，我们的身体具有很强的恢复能力，只要给予正确的支持，它是可以慢慢修复、重回正轨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如何透过自然疗法，帮助身体扑灭体内的慢性发炎之火，重建健康。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要开始给身体灭火，并强化自身的防御力了。第一，调整饮食结构，减少发炎的燃料供给，才能逐渐熄灭体内的火苗。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大幅降低前面提到那些发炎食物的摄取量。购买食品时，要学会阅读营养标示和成分表，特别注意隐藏的糖分。许多加工食品即使吃起来不觉得甜，也添加了不少糖分。例如番茄酱、沙拉酱里常含有高果糖、玉米糖浆，糖有各种名字，如蔗糖、葡萄糖、麦芽糊精、玉米糖浆等等，本质上都属于糖。我们只有养成阅读标签的习惯，才能弄清楚自己每天到底吃下了多少糖。另外，如果要一下子完全戒掉甜食太困难，可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比如逐渐降低饮料和咖啡里的加糖量，将每天的甜点改为每周几次，用时间来训练味蕾习惯较淡的甜味。当嘴馋想吃点甜的时候，可以用水果来替代蛋糕饼干，不但解馋，还能摄取纤维和维生素。再者，尽量少吃油炸食品和含反式脂肪的加工零食。烹调方式上，多用清蒸、水煮、炖煮来代替油炸，这能大幅减少摄入的油脂和热量。烹调时，则要选择较健康的油脂，例如橄榄油或酪梨油，尽量避开富含 Omega-6 的廉价精致植物油。红肉和加工肉类的摄取频率也应该降低，把每天早餐的培根香肠改为偶一为之的周末享受。想吃肉时，尽量选择新鲜未经加工的肉类，自己用天然香料腌制烹调，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避免摄入多余的化学添加物。相对地，我们要增加抗发炎食物在餐盘中的比例，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它们富含各种维生素和抗氧化物，可以中和体内过多的自由基。选择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如深海鱼，例如鲑鱼、沙丁鱼等，或者亚麻籽、核桃等，因为 Omega-3 有助于对抗发炎反应。多用全谷杂粮和豆类来替代精白淀粉，因为全谷类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植化素，能稳定血糖，喂养肠道益菌，减少发炎因子的生成。烹调时可以利用迷迭香、百里香、胡椒等天然香草和辛香料来提味，减少重油重咸的调味需求。透过这样的饮食调整，我们等于从源头切断了慢性发炎的主要燃料供应，给身体一个喘息和修复的机会。事实上，这种均衡天然的饮食模式和知名的地中海式饮食十分相似。研究显示，长期遵循地中海饮食的人，体内的发炎指标较低，心血管疾病风险也更小。可见传统饮食中多蔬果、坚果、全谷和鱼类的做法，确实有助于远离发炎，维护健康。举例来说，一天的抗发炎菜单可以这样搭配：早餐可以吃一碗加了杏仁和蓝莓的燕麦粥，搭配无糖豆浆或一杯绿茶。中餐准备鲑鱼、蔬菜沙拉，用初榨橄榄油和醋调味，外加一小碗糙米饭。下午感到饿的时候，
可以抓一把核桃或杏仁当零食垫肚子。晚餐选择清蒸鸡胸肉，搭配各式川烫青菜，再加紫薯或地瓜等薯类作为碳水化合物来源。如果想要点甜食，可以吃几片高纯度的黑巧克力，或者来一杯无糖优格拌奇异果和坚果。这样吃下来，营养均衡，又避免了引发发炎的高风险食物，能让身体维持轻盈健康的状态。第二，补充益生菌。适度的补充益生菌可以为失衡的肠道菌群注入元菌。市面上有各种益生菌补充剂，我们可以选择品质可靠、菌种多元的产品来服用，将有益的活菌送进肠道。当新的益菌进入肠道，就好比为肠道生态系增添了生力军，它们可以抑制有害菌的生长，帮助修复肠道黏膜，强化肠道免疫屏障，使肠道内的微生物环境逐步恢复平衡。科学研究也发现，定期补充特定的益生菌株有助于降低肠道的通透性，减少发炎物质透过肠壁进入血液。益生菌在肠中发酵膳食纤维时，会产生短链脂肪酸等有益物质，这些代谢物能滋养肠道细胞，并抑制发炎反应。此外，益生菌对一些健康问题也有正面影响，例如可以缓解肠燥症的症状，减轻过敏反应等等。需要注意的是，补充益生菌要持之以恒，每天摄入足够的菌量，才能让好菌在肠道中站稳阵脚。不同产品的使用方法略有差异，有些益生菌需要低温保存，空腹时服用才能确保菌株存活。购买和服用时务必要遵照产品说明。总之，善用益生菌补充可以加速我们肠道生态的重建，减轻发炎状态。第三，多吃发酵食物。除了服用益生菌胶囊之外，在日常饮食中摄取传统的发酵食品，也是增强肠道好菌的重要途径。许多民族的传统食谱里都有发酵食物的身影，例如韩国的泡菜、德国的酸菜、日本的味噌，以及我们熟悉的优格和优酪乳等。这些食物富含天然产生的乳酸菌、双歧杆菌等益菌，经常食用就像定期为肠道输送有菌部队一样，不断补充新鲜的活菌，帮助维持菌群的多样性和平衡。而且发酵过的食物本身容易消化吸收，还能减轻肠胃负担，可谓一举两得。例如有些乳糖不耐的人无法喝牛奶，但发酵后的优格由于乳糖被分解，反而比较不会造成胀气。再比如传统上人们爱吃腌萝卜、酸菜配饭，不仅是为了调味开胃，同时也是无意中为肠道提供益生菌。把这些发酵食品适量的融入每天的餐点吧，例如早餐喝一杯优格，午餐配一些泡菜，晚餐来一碗味噌汤。日积月累，肠道的防线就会越来越坚固。当然，某些发酵食品，尤其是腌制蔬菜，含盐量较高，食用时要注意分量，并且多喝水，避免摄入过多的钠。只要掌握好度，发酵食品对健康的益处绝对远大于潜在风险。第四，帮助身体排毒。体内累积的代谢废物和毒素越多，炎症反应往往越难平息。因此，我们要主动帮助身体把那些火上浇油般的有害物质清理出去，减轻肝脏、肾脏的负担。首先，要多喝水。充足的水分能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身体更有效地排出废物和毒素，相当于在体内开辟出一条清澈的排水沟，把许多会引发发炎的残渣冲淡并带出体外。其次，尝试适度的断食，例如现在很流行的一种间歇性断食方法，每天只在8小时的时间窗口进食，其余16小时完全禁食，让肠胃充分休息。断食期间，身体会启动细胞自噬等自我清理机制，修复受损的组织并清除发炎因子。我们也可以每周选择1-2天进行短暂的轻断食，例如那天只吃清淡的蔬果餐或喝蔬果汁，减轻消化负荷，让身体专心进行排毒工作。再来，要确保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高纤维食物，例如蔬菜、水果、全谷、豆类等，就像肠道的清道夫，能帮助肠道蠕动，把废物顺利排出体外，还能作为肠道益菌的食物来源，间接壮大好菌的阵营。最后，善用某些天然的食材来强化肝脏和肾脏的解毒作用。举例来说，姜黄富含姜黄素，是非常出色的天然抗发炎成分，能降低身体内的发炎介质，
并提高肝脏酵素的解毒效率。绿茶中的儿茶素具有强抗氧化力，可以帮助肝脏中和自由基，减轻发炎反应。大蒜则含有有机硫化物，能促进肝脏的解毒酵素，并具备抗菌消炎的效果。在日常饮食中适量加入这些食材，就等于帮助身体的排毒系统加把劲，减轻体内炎症的负荷。综合以上几点，多喝水，适度断食，保持高纤饮食，并善用特定食材来排毒，能让我们的内环境更清洁，慢性发炎的火势自然也会逐渐减弱。另外，适度排汗也是促进排毒的一环，透过运动出汗或泡温热澡堂，可以排出部分代谢废物，并促进血液循环，有助于进一步降低体内的发炎水平。第五，善用天然草药和香料。大自然其实提供了许多温和有效的植物来帮助我们对抗发炎反应，而且它们往往触手可及。我们的厨房里就有不少天然的草药和辛香料，可堪大用。例如薄荷，气味清新提神，具有放松肠胃和平缓痉挛的作用，对因肠道失衡引起的腹胀、胃痛有一定的缓解效果。洋甘菊是历史悠久的草药，自古就被用来舒缓焦虑，改善睡眠。它同时也具有抗发炎和抗痉挛功效。一杯洋甘菊茶能镇定神经，舒缓肠胃。生姜则是广受欢迎的抗发炎妙方，姜里的活性成分姜辣素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能力。喝一杯姜茶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减少关节疼痛。姜黄我们前面提到过，在草药界更是明星。由于姜黄素的作用，姜黄被视为天然的消炎药。在印度的传统医学中，早有使用姜黄来治疗各种发炎性疾病的历史。最后不能忘了大蒜，大蒜被称为天然的广谱抗生素，其中的大蒜素能有效杀菌，同时调节免疫反应，减轻发炎。此外，肉桂、丁香、百里香等香料也各有其独特的抗炎价值。比如，肉桂有助调节血糖，减少高糖饮食对身体的伤害。丁香和百里香则具有良好的抗菌抗氧化作用。这些香料如果巧妙运用在日常烹饪或泡茶中，都能在不知不觉里为我们的健康加分。平日烹调时，不妨多利用蒜头、生姜、姜黄这些香辛料，为食物增香提味。这不仅满足了味蕾，也在无形中为身体打造抗发炎的保护罩。此外，泡一杯温热的姜茶或薄荷茶作为日常饮品，也是将草药疗效融入生活的简单方法。每天睡前来杯洋甘菊茶，有助放松身心，提高睡眠品质。睡好了，炎症也就更容易消退。可以说，善用这些天然草药的力量，我们就多了一个对抗慢性发炎的秘密武器。在进行上述调养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每个人的体质都略有不同，有些对大多数人无害的食物，可能会成为少数人的发炎诱因。举例而言，肤质不耐症患者吃了含麸质的谷物，例如小麦后，小肠会严重发炎受损，导致养分吸收不良。乳糖不耐或对乳制品蛋白质过敏的人，喝牛奶、吃奶酪就会肠胃不适，甚至引发免疫性的发炎反应。还有些人对坚果、海鲜、鸡蛋等特定食物过敏，接触后产生剧烈的免疫反应，这其实也是体内发炎的一种形式。我们需要留心自己的身体讯号，找出那些容易让自己发炎的不耐受食物，并加以避免。毕竟调整饮食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公式，学会倾听身体的反应，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体质的抗发炎饮食之道。最后，请记住，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肠道、免疫、内分泌、神经等各个系统彼此影响，密不可分。慢性发炎并非无法逆转，只要我们愿意从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上做出改变，再善加利用上述这些大自然提供的疗愈力量，就能一步步地扑灭体内的慢性炎症之火，让受损的组织慢慢修复，让疲惫的身体重拾活力。当然，改变习惯需要时间和毅力，但每一小步的努力都在帮助身体朝向健康前进。除了前面提到的饮食调养，规律适度的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也很关键。运动能降低体内的发炎指数，帮助控制体重。良好的睡眠则让身体有时间修复细胞，清除代谢垃圾。压力管理同样重要，因为过多的压力荷尔蒙会促进发炎。把这些方方面面都顾及到，
我们就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慢性发炎对身体的伤害。从现在开始，留意那些潜藏在餐桌上的发炎元凶，积极为身体提供它真正需要的营养和休息。坚持一段时间后，你一定会看到改变，像是精神变好了，肠胃舒畅了，腹部赘肉变少了，过敏不那么严重了。身体会用种种正面的信号来回报你的努力。让我们一起从源头杜绝发炎，迎接更健康、更有活力的未来吧。